快下来！那可是价值2个亿的国宝大鼎，你竟然拿来当座椅！我叫苏晨，在系统的帮助下，成为江城无人不知的文物破烂王。但其实，在半个月前，我还是个被周家赶出来、一无是处的赘婿。赵老板，这件可是从正经战国墓里出的。您看这饕餮纹，这笔触，这绣色，市面上您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第二件。18万，您拿回去转手翻个倍儿，跟玩似的。看着是不错。决口内侧有2条细线刻痕，不是铸造纹，是后刻上去的。战国的青铜爵如果纹路走线不流畅，说明铸造时的模子就有问题，属于次品。如果后期补刻，工具也不对，这条痕太锐了，铜器磨不出来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这个青铜小爵不对。赵老板，这就是你家做生意的态度。我胡三摊在这行混了这么多年，还第一次被人指着鼻子说我卖的是假货。你这单生意不做也罢。别，有话好好说。苏晨，你一个上门女婿，管好端茶倒水就行了。生意的事儿轮得到你来指手画脚？你摸过几件青铜器，见过几样真东西，还跟我讲纹路，简直是无稽之谈。我说的是真的，18万不是个小数目，爸，您可不能被骗了。哼，还敢在这里胡说八道！你诚心不想让我做生意是不是？赶紧过去库房搬东西，再敢捣乱，打断你的腿！宝贝，小点声，别被你老公听到了。放心，他不会发现的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在干什么？你看不见吗？你可是我老婆。苏晨，你一个上门女婿3年了，没给这个家挣过1分钱，没出过1份力，窝囊没用又多余。我周林的男人应该是像郑少这样的温柔多金的富家公子，你根本不配。兄弟，你但凡有点本事，琳琳也不至于找我。凡事要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。哎呦喂，这是在干什么？苏晨，你是不是又闹事了？我怎么跟你说的？你想在我们周家待下去，就得给我安生一些。爸妈，不是我，是周林的，是他做错事了。原来是郑少啊！你和我们琳琳在一起了，怎么不早说？白让这个没用的在家里占地儿。犯错的是他们，你们不仅不替我说话，还支持他们。你自己没本事留不住人，还怪上别人了。人家郑少杀势好，人脉广，有钱有权的，你拿什么比？你自己但凡争气一点，琳琳会这样？当初是因为琳琳喜欢你，我才同意让你入赘周家。现在琳琳不要你了，识趣一点，就自己卷铺盖走人。好，那我就离婚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原来你早就准备好了。太好了，我终于摆脱他了。郑少，我们去庆祝一下吧。等一下，你还有什么事儿？离开之前，你要把我的祖传玉佩还给我。我找人鉴定过了，这玩意儿根本不值钱，也就你这个没出息的当块宝。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？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。丁，检测到青玉奇龙配血脉关联，系统绑定中。3、2、1，恭喜宿主激活国宝修复系统。国宝修复系统进度20%，初阶激活，功能文物之眼开启。系统？那是什么？初阶？意思是说还有高阶？文物之眼又是个什么功能？宿主，这些需要你自行探索哦。我刚才是看花眼了吧？我入赘周家3年，白天在古玩店打白工，晚上回去还要给他们一家子洗衣做饭。3年来我没休息过1天，可最后却被扫地出门。除了这5块钱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可就5块钱能干什么？丁，检测到宋代龙泉窑青瓷碗。所以刚才那个不是梦，系统说的文物之眼就是鉴宝，这下我要发财了。阿姨，您这袋子里装的什么？都是从老房子里翻出来的没用的瓶瓶罐罐，我打算拿去废品站，多少能换点钱。巧了，我就是收废品的。你
穿的破破烂烂的，倒也像。阿姨，您现在把它卖给我，也省得再跑一趟了。这样吧，您出个价，5块。怎么，5块还嫌多？不多，不多。给您。宋代龙泉窑青瓷碗，保存状态70%，品级中低，市场估值15至20万。20万，5块换20万，收废品竟然这么赚钱！很好，离开了周氏古玩店，我的苏家废品站正式开张。哎，干什么的？你不能进去。我是来拍卖东西的。这里可是江城最大的古物拍卖行，不是什么破烂都收的。你这样的，连最基本的着装要求都不符合，能拿出什么好东西？赶紧走！什么着装要求？要穿正装，就算没有正装，至少也要打个领带。你的意思是有条领带就可以了？这位小姐，可否借你的发带一用？放肆！你知不知道他是？呢？现在我有领带了，能进了吗？请。谢了。秦总，这人就是个穷小子，身上连件好衣服都没有，那袋子里装的8成也是地摊货，放他进去，万一捣乱。我却觉得这人有点意思，说不定会给我惊喜。先生，您带来的拍品一会儿会有鉴定师鉴定、估价，之后才能确定是否能上我们拍卖行。好。但今天送拍的客人比较多，您可能需要多等一会儿。我来吧。秦总。是你？他刚才叫你秦总。我是瀚海拍卖行的首席拍卖师，同时占有20%的股份，算半个老板。我见过的文物成千上万，基本的鉴定能力还是有的。现在把你的东西拿出来看看吧。有点意思。宋代龙泉窑，釉色偏青灰，胎体厚重，底足修胎干净利落，东西对。只是这道冲口有点可惜，不过不伤大雅。竟然真的懂行。苏先生是要一口价卖给拍卖行，还是我们代拍，按笔抽分成？卖给你们就好，你开个价吧。25万。25万？别误会，你这东西最多值20万，多给的那5万就当交个朋友。秦总爽快。那我就把东西拿走准备了。苏先生可以在这儿休息一会儿，10分钟后有人带你去拍卖厅。这是苏家收的那只青铜小珏。周家敢在江城最大的古物拍卖行拍卖假货，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苏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你家开的吗？我来还需要向你报备。苏晨，你看清楚，这里是拍卖行，不是菜市场。这里随随便便一件拍品都要几10万。你一个穿9块9地摊货的穷鬼，浑身上下的衣服加起来没我一根口红贵，到底是怎么混进来的？这还用问？要么是趁人多跟人屁股后面偷溜进来的，要么就是从哪个犄角旮旯的狗洞钻进来的。这里竟然还有狗洞，不愧是郑少，连门都有自己专属的。你什么意思？你骂我是狗？苏晨，你全身上下也就这张嘴硬了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死皮赖脸的跟到这种地方，也别想我回心转意。我周林是绝对不会和你复婚的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你放心，垃圾丢了就没有再捡回来的道理。毕竟被别人碰过的，我嫌脏。你骂谁是垃圾呢？你再说一遍。行了，琳琳，你跟他较什么劲？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人，混进来也就是看看热闹，长点见识，这辈子估计也就这么一回。咱们今天是来办正事的，为这么个无关紧要的人耽误时间，不值当。站远点，别让人知道我们认识。希望过一会儿
你们还能这么嚣张？各位，欢迎来到瀚海拍卖行。这么多年承蒙大家关照，所以今天第一件拍品得拿点像样的出来，才算对得起各位莅临。第一件，清乾年间的粉彩缠枝莲纹瓶。诸位，请过目。清乾粉彩缠枝莲纹瓶，保存状态90%，品级中高，市场估值60至80万。这件粉彩瓶胎质细密，釉色莹润。缠枝莲纹的线条流畅圆润，是典型的前中期官窑风格。收藏价值吗？各位都是行家，想必无需我自述。这是今天的第一件拍品，我们拍卖全当博个彩头，价格绝对公道，就看哪位愿意卖我几分薄面来碰一碰这头彩了。秦小姐，你的头彩我势在必得。好，现在开拍，起拍价40万、45万、 50万、 50万了。诸位还真是给我面子，等得空我可要和诸位好好喝一杯。80万。这出价比菜市场砍白菜还爽快，我看不是有多喜欢，而是为了博美人一笑吧。最后成交价90万，归李先生所得。现在是第二件拍品，和天白玉紫港牌，保存状态60%，品级中低，市场估价20万。铜狮龙耳云云纹宣德炉，保存状态80%，品级高，市场估价500万。碧红牡丹纹香盒，保存状态80%，品级中高，市场估价60万。这女人果然厉害，不愧能把瀚海拍卖行做到江城第一。下一件拍品，宋代龙泉窑青瓷碗，釉色清灰，胎体厚重，修胎利落，只是口沿有一道冲口，摇摇者一折，搅搅者一污，虽有残缺，所幸未影响收藏价值。这件起拍价15万、20万、 25万、 30万。夸张的吗？45万！恭喜黄老板以45万的价格拿下这盏龙泉窑青瓷碗。秦小姐对我笑了，秦小姐终于对我笑了，怪不得愿意给我让利5万，感情这点钱根本不算什么。25万买进，45万卖出，10分钟不到就赚了20万。秦若曦，你这哪里是交朋友，你分明是在把我当弟弟耍。今天拍卖会的最后一件拍品，也是我们用来压轴的重头戏——战国青铜包贴纹珏。品相看着确实不错，这锈色裹得均匀，不像是新坑出来的，应该是传世的东西。等了一晚上，就是为了看这一件青铜珏啊，在哪出现都是要被抢破头的。这件青铜珏，它起拍价250万、 300万、400万、450万。系统，假货赝品拉完了。本以为你是个正经系统，没想到这么毒舌。还有哪位要加价吗？600万。啊，600万，这价可不低了。之前一件差不多的青铜器，成交价才500多万，再叫价就有些不值。650万。自己给自己抬价吗？周家还真是惯用这些不入流的手段。700万。750万。郑少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孙老板不要多想，只是我也喜欢这青铜珏。如果孙老板不再加价，那我就拿走了。他怎么不跟了？最后这东西不会砸我们手里吧？怕什么？大不了就说我刚才听错价格，反悔就是了。800万！还有比800万更高的价格吗？800万一次，800万2次，800万。等一下，这个苏晨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苏先生是要出价吗？对。那您出价多少？您的意思是1000万？不，我报价1块钱。1块钱？这人疯了吧？这不是砸场子吗？瀚海的场子也敢砸？看他那穿衣打扮，根本不像是能进得出这种地方的人。苏晨，你一个上门女婿，被我家扫地出门，一无是处的家伙，竟然敢跑到这里来捣乱！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我立刻就能让保安把你轰出去。苏先生，拍卖行的规矩是竞拍只能往高价叫，不能往低价叫。孙先生出价800万，您再出价只能比800万高。另外，您出1块钱，这个价格多少有些侮辱卖家了。我知道规矩，1块钱也的确是我要给出的价格。知道
规矩还瞎叫价，成心捣乱是不是？我看这人就是故意找茬的，临到最后非要刷一波存在感，引起秦小姐的注意。这种人就应该把他赶出去！赶出去！赶出去！各位先冷静一下，不妨先听听苏先生怎么说。我之所以报价1块，是因为这种假货只值1块。假货！苏晨，你胡说八道！你一个在店里只配端茶倒水的下等人，恐怕连青铜和铸铁都分不清，凭什么说它是假的？我看你就是记恨我跟你离婚，蓄意报复。我想起来了，周家的确有个上门女婿，但听说是个没出息的，3年了一直在店里打杂。哼，这不就是被赶出家门不甘心，跑来砸场子了？说什么假货，我看就是心里不平衡，故意让人难堪。苏晨，你在我们家3年，吃我们的住我们的，连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拿不出来，这些我都忍了。但我爸好心把你带到古玩店教你东西，你不学就算了，还手脚不干净的偷东西。你这样的小偷骗子，现在还反过来污蔑我，你还有良心吗？这个苏晨是什么人呢？他的话肯定不可信。就是，周小姐，你这颠倒是非的功夫实在让我佩服。我离开周家，到底是因为我手不干净，还是因为你不干净？您心里没数吗？要不要我们叫上郑少，好好对峙一下？这什么意思？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？苏晨，你少转移话题。你不是说这件青铜爵是假的吗？但你别忘了，能上拍卖台的都是经过瀚海拍卖行鉴定的，我们手续齐全，还有专家的签字。你信口开河不要紧，但砸了瀚海的招牌，秦总可绕不了你。万一有人买通了鉴定师呢？买通鉴定师？真有人这么大胆吗？瀚海拍卖行可是江城龙头，真出了这样的疏漏，现场不解决，招牌可就全砸了。苏晨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你今天要是拿不出证据来，我就告你诽谤。苏先生，你既然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件青铜爵是假货，那一定有你的依据。大家看口丸内侧这2条线，铸造铜器纹路是一次成型的，但这2条线走势生硬，深度不匀，明显是脱模之后用刻刀补上去的。再看这块抛铁纹，刻痕底部发白，是高速转头的刀口留下的痕迹，再怎么用化学药水腐蚀做旧，都盖不住底下的切削面。这就是你们口中的废物？我听这讲解很专业啊，万一是信口胡渣的呢？反正我不信。不信的话，可以用高倍放大镜去看纹路沟底，有很明显的横向打磨纹，手工刻刀留下的纹路只有纵向的，横向条纹是证明机器加工的铁证。万一是用了特殊技巧呢？没发现的，不代表就是错的。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现代胶水内含中的化学物质，在紫外线的照耀下会泛荧光白，难不成2000年前的铸造件就用上化学物合成的胶水了？走，快走！拦住他们！你们知道本少爷是谁吗？还不赶紧放开！秦总，就算那件青铜爵是假的，也是我们被骗了，我们根本不知情啊！秦总，这人要跑，被我们按下了。秦总，我是一时鬼迷心窍啊，是这个女人先找上我的。她说只要我答应作假，等这件东西卖出去后，会按成交价分我1半。秦总，我真是被钱蒙了心，我错了，求您看在我在瀚海干了10几年的份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秦总，我求求您了。我们瀚海拍卖行从来都是只讲规矩，不讲人情。瀚海拍卖行鉴定师李建良蓄意混同卖家，伪造鉴定结果，严重违反行规，即刻开除。另外，我会向鉴定协会提交材料，要求全行业封杀。另外，瀚海拍卖行与周家古玩店的合作关系到此为止。此后周家送投的所有物品，瀚海一律拒收。周家相关人员禁止踏入瀚海一步。瀚海和周家合作这么多年，说断就断了。你不看看周家都把瀚海坑成什么样了？要不是苏晨当众揭穿这是假货，藏品一出拍卖行，瀚海在整个行业的名声可就臭了。别看秦总平时对谁都是笑眯眯的，真用起手段，这屋加起来都不够他玩的。苏晨，你和秦总关系很好，对不对？你帮我说句话，帮我求求这件事，要是被我爸知道，他会打死我的。这件青铜爵是你爸当着我的面收的，是真是假，他比我更清楚。你敢说你来这儿没有他的授意？苏晨，我求求你了，看在我们3年夫妻的情分上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周小姐，你不是一直看不起我吗？现在怎么开始讲起情分了？
收起你那2滴眼泪吧，毕竟我还是喜欢你一进门时那个桀骜不驯的样子。苏晨，你一个被周家赶出去的人，一时得意又算什么？你等着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那我很是期待。苏先生，刚才的事儿真是谢谢你了。举手之劳而已。不过苏先生，有件事儿我一直想不明白，你坐在后排，隔了大半个厅的距离，一眼就看出来那件青铜爵不对，这会不会太匪夷所思了些？系统的事情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。周林父亲收那件青铜爵的时候，我就在现场，当时近距离观察过，确认纹路有问题，所以我不是今天一眼就看出来是假的，而是很早之前就知道是假的了。我听周小姐说，你在她家的古玩店打了3年的杂，一个只能打下手的伙计，怎么眼光比周店主还要低啦？而且你在台上分析的头头是道，这些可不是门外汉能随随便便说出来的。我祖上做过藏品生意，我从小就跟着爷爷，耳濡目染的，自然就学会了。后来家里出了事，只剩我一个人。进了周家后，他们嫌弃我是个上门女婿，那些进出的货物从来不让我插手，所以不是我没本事，是他们不愿意给我机会而已。原来是这样。这女人的警觉数太高了，以后再接触必须小心再小心。苏先生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今天也是帮了我，帮了瀚海一个大忙，我能做些什么来报答你呢？报答？果然，男人说的再好听，也只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。屋里冷气打这么低，你这又露胳膊又露肩的，可别吹感冒了。他这是在关心我。秦小姐，我不需要你报答我，刚才的事就当我还你多给5万的人情。现在咱们2清了。秦小姐，我帮你只是举手之劳，不必放在心上，就此别过。他说什么？他不要报答，还要跟我2清？多少男人挤破头想要见我一面，他竟然……等一下，秦小姐还有什么事吗？我是说如果我想找你，要去哪里？晨风路233号，我在那儿租了块地，做点小生意。秦小姐如果有时间，可以过来关照关照。你是做什么生意？古玩收藏、品鉴，还是交易？你来了就知道了。有了废品站做遮掩，再加上系统鉴宝功能的加持，我一夜暴富，走上人生巅峰，那是指日可待呀！回收宋代龙泉窑青瓷碗，积分加200百；鉴别战国青铜爆铁文爵，积分加100。国宝修复系统进度30%。哇，这东西真的能升级？加载到多少能升级？升级后会解锁新功能吗？这系统这么高教的吗？算了，以后多的是机会，再慢研究吧。老板，你这里收铁疙瘩不？那些铁制品又沉又占地方，还不好处理，我可不想惹这麻烦。我这里只收纸壳子，金属类的不要。哦。丁，检测到青铜兽面小鼎。等一下，咋了？我刚才想了想，您这么老远把这些东西背过来，沉甸甸的也不容易，要说收下也不是不行。真的，真的，您赶紧放下，我称一称这东西有多重，好算价。好。青铜兽面纹小鼎，保存状态3成，品级低，市场估值60到80万。真的是青铜器，还是鼎？就算周家那个青铜爵是真的，到了这个鼎面前，也是个弟弟。叔，您这东西是哪儿来的？从我家后院挖出来的。本打算翻地种菜，一锄头下去碰到个硬东西，刨出来就是这一堆铁疙瘩。这些就是全部了吗？还挖着其他的没？哦，还有个大铁钟。表面锈得厉害，敲也敲不响，而且它个头太大，我一个人实在搬不动，就扔在那里了。大铁钟，是我想的那个大铁钟吗？一共40斤，1块8一斤，总共72。这有40斤，我掂着30斤都不到。小伙子，你这称不准吧？可别赔了。不赔不赔，我做生意就这样，随性。叔，我能去您家看看不？那个大东，您要是卖的话，我自己出钱出车拉走，您看怎么样？那感情好啊！走走走，我带你去看看。
你管这玩意儿叫钟？商青铜夔龙纹大鼎，保存壮壮腿6成，品级高，市场估值2个亿以上。Yes！ 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刚才脚底板有点痒。跟着这顶挖出来的只有一堆破铜烂铁，看来下面不是什么古墓，而是被暂放的。那么这一大一小2个青铜鼎就是全部了。这2样东西只是因为某种原因暂时被安置在这里的。这东西实在是太麻烦了，我想挪走都搬不动，还占地儿。就它下面占的那块地，够我种好几棵大白菜了。叔，这钱您拿着，去买500块钱的白菜。这个大冬我替您解决了。小兄弟就是敞亮，这500块我收了，可就不还回去了。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钱您收了，这钟我可要拿走了。尽管拿走。小伙子看着精明，这脑子咋一点不转？500块连轿车的钱都不够吧？我得笑得再实在点，以防他后悔。 2亿多的大礼，500块就能拿下，叔不会意识到不对，临时反悔吧？不行，我得笑得再真诚点。完美，不愧是我花费7天时间清理出来的宝贝。这品相，这气势，放在博物馆里，绝对是镇馆之宝的料。系统，我已经把青铜鼎回收了，为什么还不给我积分？上次一个瓷碗就加了200积分，这么大个鼎，不可能低于500吧？系统，你睡着了，还是故意装死？难道是我的回收方式不对？新来的，谁让你在这儿开废品站的？我自己要开的呀。不过您哪位？我是住在后面那条街，再隔2条街的邻居。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这废品站不能开。阿姨，都隔了3条街，我开废品站关您什么事儿？这地儿我已经租下了，手续齐全，经营合法，只要我愿意就能开。不行，我说不能开就是不能开，要听我的。你看你这废品站，脏兮兮的，还有一股味道，我在家都能闻到，苍蝇蚊子都往我家那边飞，你说关不关我的事儿？阿姨，我这是废品站，不是垃圾站。再说您家要真有味道，邻居家的问题恐怕要比我这儿隔了3条街的大吧？那也不行，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，有手有脚的，干什么不好，非跑来收破烂？你这年纪出去给人打工正合适。阿姨，您这话说的，我这年纪干点什么不都是最合适的？就算是捡破烂，也是捡得又快又好。你行，你嘴硬是吧？我这就给你拍下来，发到网上，让大家看看年轻人不学好，跑这儿开废品站，还脏兮兮、臭烘烘的，有损市容市貌。行啊，阿姨，您拍，记得给我拍好看点儿，美颜开一下，瘦脸磨皮也加上。还有，我这人上镜容易显脸大，您往后站站，光线往左偏一点，逆光拍我侧脸帅多了。咱们走着瞧，等我把这件发出去，所有人都来骂你，看你还能不能在这儿待下去。这是廷玉，你过来一下，快！院长，怎么了？那个青铜鼎，你看到了吗？夔龙纹，这个纹路的走向、间距，还有锈色的分布方式，院长，这个和我们2年前在史料里看到的那件几乎一模一样。不是几乎一模一样，就是一模一样。这件夔龙纹大鼎是战国早期的东西，史料上有记载，但实物一直没有出土过。学术界争论了几十年，有人说它在战乱中毁了，有人说它被带到了别处，还有人说它根本不存在，是后人杜撰的。如果这件青铜鼎是真的，那就是填补了大夏国近200年的历史空白。院长，你先别激动，仅凭一张照片判定不了什么，而且这张照片拍得不够清楚，纹路细节和鼎足的形制都需要实物验证。对，你说的很对，我们做研究的实地考察、实物研究才是最主要的。我这就过去一趟。院长，您都70多了，那个地方在城西，路远且不好走，我担心您这腿撑不住。院长，还是我替您过去吧，有结果了，我会第一时间给您打电话。行，你去吧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就把它带回来。毕竟这青铜鼎，无论是对我们研究院
还是对整个大夏国都太重要了。院长，我记住了。如果它是真的，我这辈子也死而无憾了。就是这里了。我是一个粉刷匠，粉刷本领强。距离太远了，一些细节根本看不到。但如果我现在进去看顶，很有可能会引起他的怀疑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算了，还是先不要打草惊蛇，晚上再来看吧。纹路底部有自然包浆，不是化学做久的，线条是手工暂刻，顶足和腹部连接处的泛线为数，这些都符合战国青铜鼎的特征，是真品。史料记载的没错，大夏国200年的历史空缺，终于可以补上。谁在哪儿？你大晚上偷偷溜进别人家院子，拿着手电东照西照的，还有脸问我是谁？你长得这么好看，气质也不一般，肯定不是来偷东西。说吧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是为了这青铜鼎来的。原来是看鼎，我还以为要劫色呢。行了，不逗你了，想看就等明天天亮了过来大大方方的看，不用翻墙，更不用偷偷摸摸，毕竟我这儿做的是收废品的正经生意。他就这么同意了？是不知道这个青铜鼎的价值，还是根本不在乎？行了行了，深等半夜的，你一个小姑娘家家的，在外面不安全，赶紧回去吧。谁在那儿？本来想等你们走了再动手的，既然被发现了，那就没办法了。等把你们2个碍事的解决了，再把这鼎带走。你们也是为了这鼎来的？小妞，我不管你是哪条道上混的，但江湖规矩，谁有本事谁说话，所以就别怪我们兄弟俩不客气了。我是不是太高粱？这才一晚上就把什么牛鬼蛇神都招过来？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别欺负人家小姑娘。你等会儿瞅准机会就往外跑，别管我。跑？你们一个都跑不了。乖乖别动，一会儿还能少受点罪。大哥，这小妞不错，一会儿能不能先让她陪我玩一玩？哼，那就送你了。上！姑娘快跑！哎，怎么没动静？这……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不出意外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回房间继续做梦了。姑娘，你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不给我交个底，我这晚上睡不着啊！我是江城考古研究院的教授沈青云，是奉院长的命令来考察这件青铜鼎的。原来如此，你们研究院的招募标准除了学历，还要会功夫吗？个人爱好。看起来像高岭之花一样不好接近，没想到打人这么疼，这算什么？反差萌？剩下的事情我会解决。苏先生，我们明天再好好聊聊。哦，好。昨晚那2个人是文物贩子，已经进去了。据他们交代，是看了网上的新闻，认出了那件青铜鼎的价值，特意找上门的。没被人追着骂，倒是被人追着打，是我大意了。网上有关的新闻和照片我们都已经撤回了，但已经有不少人看到过，所以只要那件青铜鼎还在你那儿，往后找你麻烦的人只会越来越多。
我只想安安静静的收破烂，不想招惹这些是非啊。我开废品站就是为了用它给系统打掩护，闷声发大财。现在被这么多人盯上了，以后还怎么玩？所以苏先生，你可以考虑把这件青铜鼎交给我们研究院。这件青铜鼎对我们研究院意义非凡，如果对它的研究有了结果，大夏国的历史很有可能再往前推进200年。这么厉害？只要你愿意交给我们，价格随便你开。等等，你们研究院收走文物还会给钱？不是发一面锦旗就完事了吗？苏先生，你还是少看些营销号，合法渠道收回的文物会有相应补偿，只是这个补偿不会到它实际的市场价值而已。这样啊，那我要这个数，5万。50万。5万？我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居然只要5万！在周家过了3年的穷日子，连要钱都只敢往小了说，人家一张嘴就是50万，我还在这儿5万5万的，丢人，太丢人了。我会按照我们说好的50万成交。我已经向研究院提交了申请，等钱送到，那件青铜鼎就正式属于我们研究院了。没问题。国宝修复系统当前进度50%，恭喜宿主解锁终极阶段，开启新功能文物修复，竟然升级了！原来上交国家才是这件青铜制的正确回收方式。虽然失去了一笔巨款，但这个文物修复的功能听着更值钱啊！你怎么了？前面是有什么东西吗？哦，没什么，就是穷人乍富嘛，一时有点懵。苏先生，我必须要和您说清楚，这件青铜鼎的真实价值可远不止50万。我知道。但我一个小废品站老板，这东西拿在手里睡都睡不踏实，还得防着半夜有人翻墙来抢。给你们研究院也好，能发挥它的最大价值，我也能落个清净。苏先生能这么想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虽然大鼎给了你们，但还有个小鼎在我手里，送去瀚海拍卖行，照样可以换很多钱。我苏晨做买卖，没有吃亏的道理。我向研究院提交的申请已经通过了，钱正在送过来的路上。不急不急。沈小姐有男朋友吗？要是你男朋友看到我们2个单独喝咖啡，会不会误会？我没有男朋友，男人只会影响我的研究进度。苏晨，我怎么走到哪儿都能碰到你？我说了，我是绝不会和你复婚的。前几天在拍卖行还哭着喊着要我帮忙，怎么现在又拽得跟258万似的？周小姐究竟是忘性太大，还是脸皮太厚了？苏晨，你之前在拍卖会还和那个秦若雪眉来眼去的，这才几天就换了个人喝上咖啡了。你一个被扫地出门的上门女婿，现在左拥右抱的，还要不要脸？周林，你的嘴还是这么臭，不过你还没资格评价我。你看，同样是男人，我背靠郑家，要权力有权力，要资源有资源，想上班直接就是副总，不上班只凭家里给我的零花钱也花不完。而你一个收破烂的，自己是垃圾，就只配生活在垃圾堆里。这位小姐，我看你条件也不差，没必要在他这种人身上浪费时间。他连自己都养不活，拿什么养你？谁说我没有钱？笑死！你一个收废品的，撑死了一天能赚多少？50、100，郑少一脚油门下去都不止这些钱。不过就是个啃老的富二代，在我这个富一代面前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收废品怎么了？收废品可是个无本万利的买卖，我一天赚到的钱说出来吓死你。苏晨，你就别在这里吹牛了。以前在周家，我们好歹还能赏你口饭吃，离开周家你就啥都不是，还挣钱。你要是真能挣着钱，我立刻团成一个球，从这里出去。这可是你说的。苏先生，您的50万现金已经到了，请清点一下。没问题。周小姐，我的钱到了，你现在可以团成一个球走了。你哪来的这么多钱？我一个收废品的，当然是卖破烂赚的。不可能！收破烂天天跟垃圾打交道，只有最下等的泥腿子才会做。苏晨，我怀疑你这钱来路不正，老实交代，是偷的、抢的还是骗来的？这钱是江城考古研究院支付给苏先生的文物收购款，我可以证明，没有任何问题。你说是研究院给的，就是研究院给的，有证据吗？没有，我就当你们是一伙的。我是研究院的沈清韵，你不信，尽管去查。你干嘛？我听过沈清韵这个名字，她可是陈院长的得意弟子，不到30岁就做到了教授级别。我们家做古玩生意，少不了和研究院打交道，千万不能得罪他们。先是在拍卖行戳穿我们的青铜爵是假的，被秦若曦高看一眼，现在又搞了个什么文物卖给沈清韵，引起了他的注意。这个苏晨什么时候这么有本事了？他在周家做了3年的上门女婿，他有多废我比谁都清楚。这50万估计是撞大运捡到的，
这一辈子也就这么多了。也是，区区50万，我一身衣服的花销而已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苏晨，今天看着沈小姐的面子上，我不和你计较，毕竟收一天破烂，就一辈子都是收破烂的。果然，越漂亮的女人说的话越不能信。刚才还说我要能挣着钱，就团成一个球出去，结果呢，钱都摆这儿了，人还不是好端端的2条腿走出去的。当然，漂亮成你这样的不算。哦。我记得白天系统提示升级，开启了文物修复功能，正好来试一试。系统，修复功能怎么用？我要修复这件小青铜鼎。请将待修复器物置于双手可触及范围内，保持专注。修复指引。真的修复好了，这功能也太逆天了吧！青铜兽面纹小鼎，保存状态70%，品级高，市场估值2000万。2000万！2000万！上次系统估价80万，修完直接翻了近30倍。秦小姐，我又得了个好东西，你要不要来看看？地址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。好，明天见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系统，我可爱死你了！我是不是找错地方了？没错，秦小姐，就是这儿，快进来吧。你说的做点小生意就是收破烂？收破烂怎么了？收破烂好啊，成本低，利润高，最关键的是能捡到宝。苏晨，你是真不按套路出牌，我对你可是越来越感兴趣了。你对我人感兴趣没用，对我的东西感兴趣才重要。还真是不解风情。秦小姐，快来我屋里，我有个好东西给你看。不可以在这里看吗？外面太扎眼了，指不定钻出什么持刀大汉要抢我东西，还是屋里看安全。打开看看。苏先生，你这里面不会放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吧？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？光天化日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再加上面前是我这么个大美人，你真的没有什么非分之想？秦小姐，这么看起来应该是你对我有非分之想吧？苏先生，我丢下1分钟几10万的工作，跑来你这废品站，希望你拿出的东西不会让我失望。放心，绝不会让你失望。这是青铜兽面纹小鼎，我在拍卖行这么多年，经手的青铜小鼎不超过10件，至于品相这么好的，更是第一次见。我说了，绝不会让你失望。这东西你哪来的？收破烂收来的。收来的？收废品还真能捡到宝？那上次的龙泉窑青瓷碗也是收破烂收来的。我看我那瀚海拍卖行不一定有你这苏家废品站赚钱。苏先生，这件小青铜鼎你打算怎么出？拍卖，按比例分成。可以，但这件青铜鼎价值非凡，贸然拿出恐怕会被些不怀好意的人盯上。这样吧，3天后我会安排一场内部拍卖会，以邀请函的形式将江城世家召集起来。我想到时候一定能拍出个不错的价格。那我就等秦小姐的好消息了。才这么几个人，可见入门要求严苛，不愧是瀚海等级最高的拍卖会。你好，你也是来拍东西的吗？不是，我就来看看。倒是你这个年纪的姑娘，不都喜欢逛街吗？怎么还会对古玩感兴趣？我爷爷快过生日了，我想给他挑件礼物，但我不懂什么好，就想来拍卖行看看，毕竟卖的贵的品质都不会太差。说的也是。这是？
你收了帮忙糖，一会儿有什么问题可要帮我啊。好。苏晨，怎么又是你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吧？瀚海拍卖行已经终止了和周家的合作，周家的人也禁止进入，你又是怎么进来的？我已经和郑少结婚了，现在的身份是郑太太。瀚海不让周家人进，关我这个郑家人什么事儿？倒是你，竟然还没脸没皮的抱秦若曦的大腿，你来这里是长见识的吗？那是自取其辱。我没抱过秦若曦的大腿，因为那是肢体骚扰。但你没脸没皮的抱郑家的大腿，可是在座的各位都看到了。秦总来了，我们还是不要节外生枝。今天是瀚海内部的贵宾拍卖会，拍品只有2件。第一件青铜兽面纹小鼎，这件青铜兽面纹小鼎纹饰清晰，包浆自然，品相70%以上，起拍价1000万、1500万、1800万、2000万。这青铜鼎虽然收藏价值很高，但用作寿礼不太合适，还是再等一等。好，3500万。恭喜顾先生以3500万价格拿下这件青铜兽面纹小晶。系统估价2000万，秦小姐直接拍出了3500万，这次赚大了。第二件拍品南山献寿图。太好了，就是它！这幅画我一定要拍到。这幅献寿图为绢本设色，相传为江南某文人为其恩师80大寿所作，画面布局疏落，笔墨苍润，松鹤意象寓意长寿安康。起拍价800万、1000万。系统。南山献寿图保存成处未知，品级未知。南山献寿图保存成处未知，品级未知，市场估价未知。假画就会直接说是假画，如果是真画，这个未知是几个意思？系统，你能不能说明白一点？这幅画1/3为真，1/3为仿，1/3为补，哼，拼接缝合怪。缝合？1500万、1600万。不行，这么出价太慢了，5000万。恭喜宋小姐以5000万的价格拿下这幅南山献寿图。这幅画能不能让我看看？苏晨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一幅5000万的画，你也配碰？万一把画弄坏了，把你整个人卖了都赔不起。苏先生，现在这幅画是我的了，你想看就看吧。这个苏晨到底有什么本事？怎么有那么多美女接二连三的替他说话？这幅画不对。苏晨，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！同样的招数你已经用过一遍了，还想再用？真把大家都当傻子吗？苏先生，这幅画上拍之前我亲自看过，瀚海的10位鉴定师也逐一鉴定过，得出的结论无一例外，都确定这幅画是真品。你们说这幅画是真的，没问题；我说它是假的，也没问题。苏先生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幅画被人动了手脚，你们看这里，这段松树用笔苍劲，墨色和胶本之间渗透自然，是原画无疑。但这里这2只丹顶鹤比例明显偏软，线条犹豫，整体气韵和前一段断了，这是后人的仿作，临摹的水平不错，但远不及原作者。这一段更简单，墨色和鸠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自然渗透，像是直接画在已经做旧的新绢上，再加上落款处那方朱印的边缘太规整了，不像是几百年前漆盖的，更像是用现代印章盖上去的。我怎么有点听不懂了？总的来说，就是这幅画是1/3真画、1/3仿画和1/3补画的拼贴，做到了真正的一真一假。苏晨，你少在这故弄玄虚。如果真是按你说的那样，那造假的人图什么？费这么大功夫拼一幅画，图好玩吗？第一种可能，这幅画有所残缺，只能找人补画连模，把残损的部分补上，好提升价格。第二种可能，有人故意把一幅完整的古画裁成3节，再配上仿作和补作，拼成3幅完整的画，一画3卖，翻倍赚钱。上个月，海城的一家拍卖行有一幅南山献寿图以3000万的价格拍出，在我拿到面前这幅画时，以为是海城的拍品有问题，
现在看是我被骗了。不只是你，你们都被骗了。你们说来说去不都是猜测？有本事把证据拿出来！光凭一张嘴，谁不会说？可以啊，我现在就能拆给你看。不行，万一它就是真话，你赔得起吗？再说，现在这幅画已经属于宋家了，你要拆也要问一问宋家同不同意。我同意啊。秦小姐，可以向你借一把裁纸刀吗？你确定只需要裁纸刀？对。系统，帮我。这个分拆的手法，瀚海做了10几年老师傅都未必能做到。竟然真的拆出来了！这个苏晨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？有这样的技术，江城那些世家怕是要开出1000万级别的高价才能请他出手吧？不可能，苏晨只是一个平凡人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厉害的技术？如果苏先生这样的能叫平凡人的话，全世界的修复师都可以不干了。周小姐，现在你还有什么疑问吗？那我花5000万买的这幅画值吗？真的那部分值1000万，仿的那部分值50万，补的那部分最多5块。那我不是被骗了吗？这幅画是谁送来的？是郑家。画是我送来的没错，但你们瀚海收了也上了拍，现在宋家喊了价拍了板，归根点底是你们瀚海的鉴定师看走了眼。宋小姐运气也着实不怎么好，毕竟钱货两动，概不退换。郑先生，你送来拼接件却假装是真品，这是欺诈。按照行规，秦总，你们自己人都没看出来，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，还怪卖家，说出去也不怕被人笑话。怎么办？给爷爷买的生日礼物没了，我5000万的零花钱也没了。松鹤延年图保存状态80%，品级极高，市场估值8000万到1.2亿。还能这样？如果我什么都不说，事情结束后神不知鬼不觉的把称纸拿走，这1.2亿就是我的。但是算了，谁让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呢？瀚海拍卖行也不过如此吗？敢做不敢认，有本事讨伐我们，没本事赔偿宋家损害啊！宋小姐，这5000万的损失，我们瀚海愿意出。秦小姐，我知道你想帮我，但爷爷告诉我，做人最重要的是诚信。这幅画我已经掏钱买了，不管真的假的，我都认。真是一群糊涂蛋！周林、郑浩，你们就笑吧，因为你们很快就笑不出来了。宋小姐，别哭了，我让你看场好戏。什么好戏？苏晨，你又在装什么鬼？这画都拆成3块了，还能糊弄谁呢？让他演，我看他能演到什么程度。苏晨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的，没工夫看你在这里胡闹。苏晨，你疯了？没事点什么火啊？苏晨，你该不会是被拆穿了没面子，想烧画销毁证据吧？这是反切术，这个技法已经失传近100年了。苏先生，你是从哪里学来的？家族秘传。画中藏画，这是什么技法？一般过于珍贵的藏品才会这么用心吧？那宋家到底是赔了还是赚了？是松鹤延年图，我只在史料上看到过。这幅画已经销声匿迹了2000年，连专家都断定它已经因为战乱而遗失。没想到竟然被藏在这样一幅拼接画的衬纸里。秦小姐，那这幅松鹤延年图值多少钱？有刚才那幅贵吗？刚才那幅画的钱，可连这幅的1个角都买不到。这幅松鹤延年图价值可是超过了1个亿。所以这幅价值1个亿的画是我的啦？对，太好了，把这幅画当生日礼物，爷爷一定会很高兴的。不对，这幅画是我的，你们不能拿走。郑少，
你刚才自己说的钱货两杀，概不退，这话才过去多久？怎么现在看到底下的画更值钱，就想反悔了？我不管，这幅画价值1个亿，我5000万卖出去的，亏大了，我现在后悔了，我不卖了。我看谁敢动！来人，郑先生，这里是瀚海拍卖行，东西上了拍台，落了锤，签了单，就是定了。你要是在瀚海的地盘上抢客人的东西，可以试试。要不还是算了吧。你们如果还想像上次一样被丢出去，尽管闹。苏晨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跟我对着干？上次的青铜诀也是，这次的古画也是，你是不是因为离婚的事故意报复我？周小姐，别自恋了，我没空跟你对着干，也没兴趣报复你。我就只是收了宋小姐的一根棒棒糖，收了人家的东西，就没有不帮忙的道理。从今天起，瀚海拍卖行终止与郑家的所有合作关系，此前所有预约的拍品一律撤拍，郑家相关人员禁止踏入瀚海拍卖行任何场所。两位，请吧。苏晨，你等着，今天这口气，我一定会讨要回来。苏晨，你以后就是我的朋友了。在江城，谁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告诉我，我帮你出头。好，那我以后在江城也算是有靠山的人了。下周是我爷爷的寿宴，我邀请你一起来，你可不要不给面子哦。好，我一定去。苏先生，你刚才和宋小姐说什么了？不会是在骗人家小姑娘吧？我1个亿的画都帮他拿到手了，还有什么好骗的？苏先生，你今天展示的这些拆拼接画、反切数接底，在江城拍卖行这个圈子里，能做得到的人2只手数得过来。瀚海缺一个真正的鉴定师，我愿意开价年薪1000万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秦小姐，我这人自由散漫惯了，坐不住办公室。相比于打工，我还是更喜欢收破烂一些。在瀚海干1年才1000万，我有系统帮忙，找到1000万级别的文物可是分分钟的事，任谁都知道要怎么选。好吧，苏先生，我尊重你的决定，但瀚海的大门始终为你敞开。院长，您这姿势保持多久了？歇会儿吧，不然眼睛会受不了的。顶腹的这个位置有一行很不容易被发现的铭文，只是磨损的太厉害了，大半都看不清。我老了，手法生疏了，拿不准就不敢随便补。但这段铭文要是能解读出来，对研究的价值那可是不可估量的啊！我听说瀚海拍卖行那边最近出现了一位很厉害的文物修复师，有人亲眼看到他用了失传多年的反切法接画，把一幅拼接画里藏的真意完好无损的起出来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会去一趟瀚海拍行，看能不能把人请过来帮忙修复顶上的铭文。好，你快去，我等着你的好消息。秦总，我是来打听一个人的。听说贵行最近出现了一位精通反切术的文物修复师，我想请他去研究院帮个忙。沈教授，你说的那个人确实来过瀚海，也出手帮过一个忙，但他不是我们的人，我也无权替他答应什么。不是瀚海的人，那为什么会出现在瀚海？他是我们瀚海的客人，也是我的朋友。那秦总可以给我您这位朋友的联系方式吗？研究院那件事太重要了，我必须尽全力去做。晨风路233号，你可以去那里找他。你说的这个晨风路233号是不是个废品站？你竟然知道那里是个废品站？我想，我知道那位大师是谁了。谢谢秦总。连研究院的人都认识，苏晨，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苏先生，沈教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现在可没有文物能再卖给你。苏先生，这次来我是想找你帮忙的。你之前交给研究院的那件青铜鼎，我们发现了一行铭文，但磨损的厉害，连陈院长都拿不准，不敢修。我听说了你在瀚海拍卖行的事迹，所以想请你帮忙。这几日我陆陆续续找到了一些文物，系统也在随之不断升级，但升到80%后就怎么也升不动了。上次再把青铜鼎交给研究院后，立刻升了30%，会不会这次也和研究院有关？好，我跟你走一趟。
就是这里。我先试试看吧。好。苏先生，只用这2样，真的可以修复好吗？相信我。系统，开启文物修复模式。终于好了。这写的是“国者大器也，重任也，不可不善为则所而后处之”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国家是天下最重的器物，最大的担子，必须深思熟虑，妥善安置才能安定。200年了，我们猜了200年，原来古人想告诉我们的是这个。还原商青铜夔龙纹大鼎命纹，积分加2000。国宝修复系统当前进度100%，恭喜宿主解锁高级阶段，开启新功能。不是，是什么情况？国宝修复系统维护中，功能加载推迟，请改日再试。在搞什么？关键时刻掉链子，你可是系统啊，还能这么不靠谱？苏先生，你为什么这个表情？是有哪里不对吗？没有什么不对，我就是高兴。苏先生，今天这个忙，整个研究院都记住了。往后有什么需要我们出力的，你只管开口。陈院长，您客气了。同为大夏子民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好，大夏国未来有你们，我就能彻底放心了。这手笔，不愧是江城第一的大家族。苏晨，怎么又是你？还真是阴魂不散。周林、郑浩，你们怎么有脸来这儿的？你们到底知不知道这是谁的寿宴？当然知道，葛家可是江城第一大家族，葛老爷子的寿宴可不是一般人能进的。知道你还来，正因为知道才来。郑家被瀚海拉黑后，生意差了许多，但江城的生意场上又不是只有瀚海一家。今天来葛老爷子的寿宴，就是来跟葛家打好关系。只要葛家肯扶持，郑家照样能东山再起。苏晨，就算你再有本事，我不信你这次还能阻止我。哦，那你们知不知道葛老爷子有个孙女，而且对她非常疼爱？知道。那你们知不知道葛老爷子的这个孙女不姓葛，而是随他母亲的姓氏？有听说。那你知不知道葛老爷子的这个孙女叫什么？我管他叫什么，我今天是来给葛老爷子祝寿的，又不是给他祝寿的。葛老爷子来啦！那个是……爷爷您慢点，今天您最大，所有人都等着给您敬酒呢。知道了，全家里就你这个丫头最关心爷爷。葛老爷子的孙女姓宋，叫宋晴初，就是在前几天的瀚海拍卖会上，差点被你们那幅假画坑了的小丫头。丫头，怎么了？爷爷就是他们，那天在拍卖行拿一幅拼接的假画当真的卖给我，骗了我5000万，被揭穿后还骂我是蠢货，敢骂我孙女？从小到大，我连一句重话都没对她说过。要不是苏晨帮我拆穿了，我就被骗惨了。而且最后发那幅画之前，这俩人又死皮赖脸想抢回去，欺负我最宝贝的孙女，还敢出现在我的寿宴上，你们怎么敢的？误会，老爷子，这都是误会。老爷子，宋小姐说的有些夸张了，我们就是逗了她一下，开玩笑而已。可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。哼，当着我的面还敢胡说八道，真当我这把老骨头是吃素的吗？诸位，从今天起，葛家和宋家会断掉和周家、郑家的一切合作。在座的各位，如果想跟葛家或者宋家继续合作，那我建议你们也掂量掂量，要不要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搅在一起。什么周家、郑家，连给葛家和宋家提鞋都不配吧？葛老爷子放心，回去我就把和周家、郑家所有的合作取消。其实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。你们凭什么这么对我？得罪了瀚海拍卖行还不算，现在又把葛家和宋家得罪了。你与其在这里无能狂怒，不如在自己身上找找问题吧。那我呢？我又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周家也要跟着倒霉？周林，
你和郑浩是臭味相投，蛇鼠一窝，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都是你们自找的。哼！来人，把他们两个给我拖出去！不要！你干什么？苏晨，我求你了，你帮我说句话好不好？我们好歹做了3年夫妻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不就是因为我和你离婚，心里不平衡，才故意针对我，针对郑浩吗？我现在就可以跟你复婚，只要你救救周家。周林，不是你赶我出门，是我瞧不起你，把你给踹了。我们两个之间的确有差距，但不是我不如你，而是你不如我。什么？你赶紧松手！谁要跟你复婚？苏晨现在是我的朋友，你快点放开他！苏晨哥哥现在不要你了，你不许靠近他。宋小姐，你不用这样，我自己可以处理好。不行，我说了要保护你，就要保护你。我一向说话算话。丫头，你是不是看上他了？爷爷，你说什么呢？现在可是在爷爷的地盘，爷爷能为你做主。你确定不需要爷爷帮忙？好了，爷爷明白了。苏小友，你在瀚海拍卖行帮助晴初的事他已经告诉我了。你的确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。老爷子谬赞了，我觉得你不错，晴初也喜欢你，不如来做我的孙女婿怎么样？啊！葛家就晴初一个孙女，宋家也就晴初一个外孙女。你只要娶了晴初，以后葛家、宋家就都是你的了。一个江城第一的葛家就够吸引人了，再加上一个宋家，没有人会拒绝吧？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，怎么让这小子给捡到了？嫉妒啊！我不同意！我是郑家少爷，家里有权有势，凭什么被一个捡破烂的比下去？我不服！你们怎么还在这里？只要我觉得苏小以后就能把一切资源倾斜给他，而你和郑家早晚会从江城消失。来人，把他们拖走！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不同意。上次邀请您来瀚海拍卖行，您拒绝了。这次我愿意把年薪开到1个亿，外加瀚海10%的股份，怎么样？这是请去拍卖行工作，还是上赶着给人家嫁妆要嫁人啊？苏先生，您的文物修复技术在江城找不到第2个，是非常难得的人才，所以我正式邀请您来考古研究院出任教授。研究院的教授必须要10几年的经验才能拿到的职位，他竟然被求着去，这要说没有私心谁信？苏晨哥哥，你真要抛下我跟他们走吗？系统维护完成，高级功能文物追踪已解锁，宿主可通过系统获取遗失文物的坐标信息，追回流向国外的宝贵文物。3位小姐，你们的心意我都领了，但我想了想，和瀚海的鉴定师、研究院的教授宋家的女婿相比，我还是更喜欢收破烂，所以我们有缘再见了。